岸边蓝色方是 EDGM， 红色方是 AG。AG 这边主要用过的强势的辅助，苏烈是公共都用了，少司元都用了，那空空玩他还是得搬。对。然后就是盾山跟鲁班大师了。鲁班大师是公有英雄池，红色方大概率是要去搬掉的。然后元辅加狄仁杰这一套，蓝色方应该是要去处理掉。应该是元辅和鲁班大师的一个对半，然后剩下的再看。元辅先搬 ，AG 反正得先把空空儿搬了。他第二手要考虑的是2个公共强势的英雄，一个是鲁班大师，一个是盾山。艾琳，搬艾琳就不搬盾山了。对他放盾山，他是准备全放辅助，就是你只能选一个，估计是这样子的。EDGM 是搬海月，搬海月，搬海月的话，他们自己还有朵莉亚杨戬那套，嗯，然后夏琳的野和也都在，还有手劲跟老虎。AG 是一个辅助都不搬了，搬了曹操。那这样一来，鲁班大师、盾山双方都没用，要看 EDGM 选哪个了，选盾山。在2个搭子其实都被搬掉的情况底下，依旧还是选择了盾山。而且小泽司空阵也用过了，对，相当于3个英雄都搭不了了。要么就是叱咤也用过了，对，而且对手还有叱咤。凌霄上，向世间，破尽尘埃，先拿敖乙。但如果他不接的话，确实也不行，因为 AG 他盾山是没有用过的，对吧？然后他是有盾阵这一套，所以确实也只能接。一边一个盾山打鲁班大师，这个还是在常规对局当中比较少见的。是的，这一套互相打的话，仿佛是在巅峰对决能看到。对，很豪华的一套阵容。主要是 EDGM 他搭什么呢？搭狄仁杰。这确实是巅峰对决，盾山加狄仁杰打鲁班大师，当时打的是鲁班大师加7号。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他们还有元坦在，对吧？你打野位置有 ，AG 这边这2边都在。对，EDGM 是优先选择了马超去限制一下他们的敖乙。先高位出马超，加上一个狄仁杰，确保了双线。女娲 AG 拿到了，现在就是有什么强的，赶紧选。但是女娲配敖乙的话，有点拖。就比较慢了，他的上野必须要再拿的强势一些。那打野前期比较强势，我们说到元坦还在，然后老虎还在，这样英雄要拿老虎，他边路就必须得补蒙恬这种啊。对，他要是补一个强势的谭野很简单，谭野还很多。轩辕的站边就刚刚我们聊的那些，司空阵还在。他这把司空阵还不错的。什么司空阵老夫子，对吧？老夫子就是点对点的去盯马超了，甚至关羽，关羽对位上不好打，但是团战很好限制对面的后排。司空阵被搬了，叱咤没了，然后 AG 这边搬了镜，搬了哪吒，都是防强冲的，主要是为女娲去搬的。敖乙倒没有那么怕，再搬一手火舞。花卷这边对位上能打的有嬴政，就相当于是手长打手长。要不然就自己选个杨玉环能自己玩的，还能防开。关羽这把也被搬掉了。败军之将蒙恬那可能就是个野和老虎之类的，但老虎是公共英雄池，所以 EDGM 可以抢。但如果他抢的话呢，他这个阵容感觉他要抢的话，那绝有金呗，和有点多。对，如果左边抢了，刚好右边拿绝有金，所以感觉不太好去抢。安琪拉。安琪拉就有点支撑前期强度的意思了，可以和狄仁杰支撑一下打一下。对，安琪拉加狄仁杰打蒙恬很快。杨戬单出，这样切位就完全靠马超了。AG 这边的打野位，如果还有宫本，如果能有效的限制到马超，其实他这个双后期的后排，还是不错的。宫本武藏来了。就是团战的时候可以做一个盯防，然后前期的话他挂这个杨戬的话也能限制他的回复。这把比和大的话 ，AG 后期和比较大，所以他选了一个宫本之后，前期可以撑一些
对抗强度，后期的话就当一个保镖守在这儿等着马超，也是不错的选择。是的，但整体来说的话，AG 更多的还是以协防为主，他们前期是需要过渡的。对，而 EDG 这套阵容的话呢，则是相反，他的前期是有一定的进攻压力的。但 EDG 这套阵容确实前期还挺强势的。他的对线再加上中路这手安琪拉，如果能够跟杨戬、盾山这种英雄前期接 combo 打几个吊点出来，优势出来了，那其实 AG 防线就会很容易被击溃。对，就看他们能不能抓到自己的这种前期的节奏。不过今天感觉 EDG 处理的比较好的就是自己在前中期的一个情况了。对他前期打的确实很好。还有就是他们小技能的这种康波链衔接的是比较不错的。看一下能不能抓到这样的一些机会吧。AG 这套的话呢，则是相对比较偏发育一点，而且这把冉翔他这个技能怎么样去挡掉对面的一些飞行技能也比较重要。这种小的技能的细节，如果把黄牌跟安琪拉2技能全挡了，那就厉害了，反正就不一样了。对，这就比较拼整体的一些细节和手法了。不过整体来说，今天也是鏖战到了最后的一小局。这一小局其实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对于 EDG 来说的话，他们在射辅位置相当于是出现了一套全新的搭配之后，一上来其实是让大家耳目一新的，觉得这个休赛季 EDG 一定是精进了非常多。然后他们在整体前中期的节奏整理上面也做得比较不错，但这是他们在这个赛季的首秀，看一下能不能拿下这场胜利。而 AG 的话呢，他们在上场比赛也是打到巅峰对决，最后惜败。他们已经打到第2场比赛了。目前一组的积分情况，秦九在赢了以后，他们已经是2比0率先领跑了一组了。而随之后面的就是北京微博。整体的话，一组现在的战力是有些不明朗，扑朔迷离。就如果说 AG 他这小局没有能够赢下来，他的大场积分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吃亏的。最多只能拿3个大场的积分。进 S 组的话比较看运气了。又从队伍的历史上面来说的话，通过今天第一局的语音能够感觉到 EDG 整体的这种进攻的状态，因为从队伍交手上面来说，他们已经有2800多天没有能够赢下 AG 了。最后这个决胜小局究竟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我们共同期待。进入比赛，蓝色方上海 EDG， 红色方成都 AG 超玩会，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潇洒。AG 做了个换线，女娲先去下路。严阵以待，横空出世。哎，这个有机会杀。哇，很果断，闪现出手，给到了很好的控制，第一滴血到手。本来 AG 这个下路双人路骑到中路之后抢完线是为了拿这个赤甲的，但是发现了轩辕这边已经把小泽的马超给打残了，那就顺势来一波拿1血。这波非常赚，而且这对于一套本来就需要一定发育时间的阵容来说，锦上添花。轩辕终于顺了一把。他上一局其实也还可以，主要是轩辕一旦顺起来，你会明显感到他们的节奏在中期变得非常的紧凑和明朗，就感觉有了个箭头人物。对，就你感觉你确实会很踏实，感觉身前有一个人，对吧？顶在前面，尤其这把又是个蒙恬。马超来吃中路了。宫本这边是清完下线，传中一起在吃。这样花卷跟涛就有点压力啊，他们必须得寻求一些节奏和突破。对，去打一些。他想抓这个没有闪现的蒙恬，想往上抓，但是你看小鱼的位置也在支援的路上。蒙恬是有大招的。是的。就这一波的节奏 ，AG 是有预判的，而且这个空间之灵还真不好说。对，就是因为第2轮的空间之灵要刷了，所以两边才会做这样的一个布置。就都是想抢占这个视野点，然后 EDG 也不再恋战，直接回头去过野区了。感觉小鱼这前2分半钟玩的鏖影当成了一个游射思路去打。是的，下路就让女娃自己去扛压。
其实一般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反正这把是一直在帮蒙恬这一侧，帮蒙恬控了2个，还拿了个1血。可能也意识到了前2局实在渲染那条线玩得太难受。这样整体的小资源也是 AG 这边控的更多，所以整体的经济是有领先的。小射一出，哎，但是2个闪现对都没中，主要就是因为杨戬隔墙那个2技能没中。如果他第一时间晕到的话，后续的控制就好接了。因为刚刚杨戬他现在其实有反弹向力，但是没触发，所以他那个2技能距离就是还是原先的，没有扩大。是的，如果有扩大的话，就能晕到。但通过这个出手，你能感觉到 EDGM 他们是有进攻压力的，对，很想找一些机会打回来。但你会发现 AG 好像通过这个比赛慢慢变得冷静了下来。这把就慢慢打，对于他们来讲。现在河道不太好走，安琪拉一直不露视野，盾山也不在下路对线。是的，一直在找 AG 的机会，看看会不会有人站位出现问题。这个龙秒的好快啊！这什么4分02秒，直接秒了。然后回头想要反打，但是宫本的大招直接锁到了，挂上了一波重伤，把人给留下。这样的话也不亏，对于 AG 来讲，杀了你个打野，还能看你能不能起下一波推塔节奏。蒙恬提到中路，然后宫本一个人去管上，蒙恬清完中应该是要往下转给压力，不过轩辕选择了一个人先拆中。在同时做很多的事情，下路的话，女娲的矩阵也夹了一下，配合上敖影去磨了一些下路的外塔。我刚看那个小地图，我是感觉到 EDGM 他们一是秒龙速度很快，还有就是当时我看到大帅和冉翔的那个位置，感觉是卡在那个视野边上面，在那个赤甲那个范围内，然后就找到了一波机会，把对面打野留下了。主要 EDGM 也是教了一整套技能去打龙了，就没有后续接团的能力。是的，安琪拉又是一套，打了蒙恬。红贝的位置大帅踩住，现在整体的视野慢慢铺出来了 ，EDGM 反而动不起来了。这波涛点了个发起撤退的信号，让狄仁杰放这个塔。就看上路能不能打这个反面节奏。但 AG 并没有在下路强行去推塔，还是放了敖影一个人。那上路马超这波线带进去以后，应该也能推一下，就是各推一座外塔，同时再拿一条龙。那下路2塔 AG 还是想推的，宫本已经帮敖卡影卡对了住帮盾山。直接闪背了，但是大帅这边也是交了一个闪现走开。闪现换闪现，这波就是知道说你下路可能要再推一座塔，右边会有人卡住，所以果断的直接背了。换技能2波 EDGM 的开团出手都没有成功，没有很好的效果。然后发育着，你就会发现冉翔这个宫本的经济高这么多了，1000了，这才6分钟。是的。现在全场的1、2号位是 AG 这边的一个野射，主要是你从 EDGM 的视角来说，他很难开到，就靠这个盾山。他基本上在他视野范围内的人，他都不太好开到。是的，这最多就是个鲁班大师。而主要 AG 这个阶段他也在 B， 并没有说要去跟 EDGM 接团的意思，就一直在各自发育，中路做防守，边线不被抓就行。这一局看好 AG 的人还是更多一些啊。17比7，对，就感觉 EDGM 他找不着一个很好的缺口。其实我感觉主要还是在前期，当时小鱼和轩辕的对抗出那波节奏，把 EDGM 本来的布置给打乱了那个节奏。想让狄仁杰在中直接开始磨，这是把节奏整理一下。用狄仁杰当饵啊！他这么明着去磨塔的话，在逼 AG 的人过来开他，他有自保能力，加上有盾山接他，只要这波团 AG 要过来开的话，那 EDGM 就能接。就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把这个团战开起来。
交出了一个大招，敖影先往后撤，但是因为是下路，宫本是直接推2塔了，而且中路也找到了机会，磨2下。盾山有点忙不过来了，又要找开团时机，又要去修塔。对。其实现在 AG 基本上都是通过边线在拉扯 EDGM 的阵型啊。大招想拉，找到盾山。这条哎，下路宫本过去找到了马超，是的。怎么说？跑了，开奔狼，开奔狼，能抓到人吗？吃黄牌了，有一些机会，交了一个闪现，但是没有能够过墙。女娲一个大招，这时候过去有点无力。这一波被 EDGM 找到机会了，一个奔狼冲到了蓝 buff 野区，因为当时宫本其实段2跑路了，蒙恬那边落单没人能接，又吃了黄牌，瞬间就残了，抓到了一个 timing， 终于给 EDGM 找着了一波机会。对的，顺着这个缺口反一个蓝 buff 推一波塔，下路还可以给压力。目前只有敖影在下，女娲落地。这里也蹲到了一个鲁班大师，鲁班大师是有闪现，应该是1技能闪现全直接跑了吧？不敢逗留，但这波盾山是有闪的。明显能看得出来，这个阶段 EDGM 一直在寻求作战，而 AGG 呢，并不想跟你打。这是必战，因为他们的后期核心更多嘛。他们现在是碰到对面，基本上都是先跑，都想着跑。看这个位置，本来是去追宫本的，但发现蒙恬就在脸上，就直接转火打蒙恬了。马上要到10分钟了，这波10分钟不太好说啊，因为大帅跟冉翔2人蹲到了，找到的是马超，女娲还落地，大招再跟，大招也拉回来，马超被控死。这时候正面想趁对面的技能真空期尝试追击一下，发现对面拉扯开了。这波节奏很灵性啊 ！AG 有人数上优势，他可以就近开龙，他不管拿哪条龙，只要能拿到龙就不错。但是 EDGM 不给开，因为你刚刚杀马超也交了很多的技能，基本上大招都交了，但另外一边也在打。是的，再转过来打龙，要看 EDGM 的反应。能不能发现了？中线过了，有可能会选择放龙，直接给中压力。对他放龙推中塔。是的。杨戬过来看了一眼，自己要死。看重伤直接挂到了，回头爆发跟上秒掉。只因多看了一眼。真的是，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因为当时感觉他们的那个站位是有点说，我中路要不给你压力，对吧？直接中路给你置换一些资源。他主要没有想到的是，那边他看到了 AG 放弃了打暗影主宰，然后宫本绕了一圈野区，又绕过来配合让敖影快速把龙给拿了。这打了个出其不意 ，EDGM 那边是没有任何的暗影暴君视野的。而且红区的一个位置，鲁班大师大招直接拉了，找到了马超，要拉，打了一波状态，还救了点链子。鲁班大师也很忙，确实两边游走这把都还蛮忙的。但是确实从整体的这个节奏的博弈上面 ，AG 这把他们上路起了2次小节奏都很有自己的巧思，中间发育期一直在运营，拉扯 EDGM， 然后10分钟前蹲了一波马超的单带线，一波灵性蹲伏，让他们顺利拿到了一条龙。没错，这条龙只要不给 EDGM 提速，那他们这阵容还能再拖。而且现在经济已经是一个领先的状态了。所以 EDGM 现在是非常想提速的，中轴先直接压进去点掉了。又开奔狼往上找人，要抓敖影这波是没有大招的，但是他交闪现拉开了对面的一个开团范围，宫本直接大招直反锁，找到对面是凌云的这手狄仁杰被秒掉了。蒙恬又卡在了前面，闪戳过去，被对面杨戬想要去反狗一下，反而是被他给杀掉了。后方的话，冉翔也是突到了一个后排，打了一波1换3。小泽想去切，发现切不动，被小鱼给空了一下。这个时候大招是要用来做追击的，女娲一技能已经收掉了，锋芒毕落，只有一手盾山，完全没有办法守啊！团灭对手之后，上路线过来可以选择直接点水晶了。这一波团战 AG 处理的实在是太漂亮了，这种拉扯感
兵线进来以后电掉水晶，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3比2战胜上海 EDGM， 拿到了这个赛季的首胜，同时也完成了对于上海 EDGM 的14连胜。这场比赛对于 AG 这个队伍的意义，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他们